不是考完才出来，我昨天就考完了这个驾照。我发现大家都在这个发现我考驾照这事儿，我是昨天考的，昨天考完我就拿本了。简简单单啊，朋友们，这件事儿呢，我就是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你们这个屏幕前还有人没有驾照吗？我请问一下，还有人没有吗？没有的扣1来。这个弹幕设置在哪调啊？因为我在外面的，所以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卡。这怎么这么红？还有没有了？和没有驾照的啊，说不到一块儿去啊，跟你们说不到一块儿，你知道吗？和没有驾照的说不到一块儿。看能不能去外面啊？他那个我去外面，然后一会儿他那个咖啡你帮我给我一下。喂，不行啊，这里好像更卡了。外面更卡。我考完了，朋友们，但是我现在在外面，我带那个，我带瑞亚出来健身了。明天考科3，祝你考科3通过，朋友，我告诉你，科3就是闭着眼就能过。当然了，不要闭眼考科3啊，这个是你知道吧？就是不要闭眼考，但是。程度啊，朋友们，就是闭着眼就能过啊。那么科4的话，基本上也是闭着眼就能过，懂吗？你就是和这个没有驾照的，我怎么哦呦天哪！等会儿，完了，我忘关那个。等一下，我好像完了，我忘关那个，我忘关那个送礼了，怎么关呢？你帮我搜一下，快。不行，我就只能重新开播了，朋友。功能设置。更多更好。不是我，你就问他在直播当中怎么关啊？他那个应该是开播之前那个我会。好卡！我开播开的。完了，我已经卡的不行了。等一下，我重新开播一下啊。我现在连关直播都，我手机死机了。谢谢。妈呀，这美式怎么酸呢？我卡了吗？
我卡了没？我卡了没？你的那个看我卡了没？什么？直播呀。刚才我这个直播有点卡，现在是不是不卡了？现在还卡吗？喂喂。没事，不卡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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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没刮胡子啊，朋友们，这个 sorry， 但是我有理由的，为什么不刮胡子？是因为就是之前有人跟我说这个男生的胡子是越刮长得越多的，越刮长得越快的，然后我就现在就是等于说我不工作，因为有的时候怕他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忙着就长出来了胡子。你比如说早上去工作完了，晚上就长出来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就平时不工作的时候我就不刮胡子了。对啊，今天我出门带那个 Ria 出去健身来。主播驾照考过了没？主播昨天已经拿本了。主播昨天拿的本。谁还没驾照？和你们没驾照的说不到一块儿了，朋友啊！和你们没驾照的说不到一块儿啊！科目1、科目2、科目3、科目4都是非常的简单。我说实话，朋友们，但是我真的有什么跟你们说什么。科目1呢，在我看来是1、2、3、4里面最难的一个科目。科目2和科目3基本上就是有手就行啊，有手就行。科目4呢，也不是特别的难啊，科目4也不是特别的难。科目1是我唯一一个擦着那个及格线过去的一个科目，就是它的满分是100分，然后90分是及格，就90分就能过。它是100道题，然后你答对90道题就过嘛。我就是正好那个90道题，你知道吗？我就是90道题过的。不好意思，我24年就拿到驾照了，和你们这些没过实习期的玩不到一块儿了。老弟，行了，你厉害。别闹了，我要去考科目1了，不要吓我，真不骗你。但是这个因人而异啊，就是每个人都会不一样。我个人是觉得科目1是最难的，科目1是最难的。对，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看那个题。我驾照10年了，都快换本了，还不敢上路，怎么办？哎，我感觉我的直播间已经变成那种驾校直播间了，就都来问我这个考驾照的事儿。题背了多久？科目1背了2、3天，然后科4是就是昨天考的，然后前天才开始看。但是我说实话，朋友们，他那个网上有一些不是那个，就是我刷到了有人偶遇在我去练车嘛，这个我是真的没想到，朋友们，我真没想到，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我每天也没洗头没洗脸，然后我就想着反正因为我去的那个地方也是在河北嘛，就是我想应该也没什么人能认出来。然后我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没有人认识我，
就起码看起来是没人的，可能偶尔有那么1个2个的，但是就是包括和我同车的朋友们也是，我们一块练车也是一样的呀，就是都感觉大家都很正常，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认识你啊认不认识你的这个痕迹。结果回来之后才发现还有人在我开车之后在后面我们还拍了合影，属实是没想到，确实没想到。是的，没有人打扰我，这个是很好的，没人打扰我。对，但是我出来拿本的时候，有人问我要微信，有人加我微信，他们说：“哎 ，hello， 帅哥，那个，他说我想帮我的朋友来要个微信，帮我朋友要个你的微信吧。然后说那个，我说我们觉得你长得特别像那个周柯宇什么的。我说，周宇是谁啊？我不是开玩笑的，我就说，因为他去考场的时候是不可以拿手机的，你知道吗？我那是考科4的时候。”然后我也就没有手机，还好没带，我还能有个这个正当理由跟人家说一下，真没带，不好意思。没加了，当然是没加了，朋友们，我天哪！我说不好意思，但是谢谢你这个的夸奖啊。这个姓周这小伙应该是也是挺俊俏的吧？该说不说的，多长时间没被搭讪过了呀，朋友？这也不能叫搭讪吧，人家就是礼貌的来问一下。没，但是我去这全程考这个1、2、3、4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练车，没人打扰，很安静，纯粹的跟你们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儿，好吧？然后我昨天考完出来之后。它这个科4呢，不是可以考2次吗？就是科1可以考2次，然后科4也可以考2次，就每个科目你都有2次的考试机会。然后他这个科4，就我和我一个小兄弟一起去考的，然后他每次去考试在外面等我，他都很紧张，他都贼紧张，他就怕我考不过，然后他就说那个你笑什么呢？我旁边是 Ria， 然后他在旁边那个外面等我，我就昨天去考科4，因为我说了，我考那个科4，我是前1天我才开始看题。我去之前我就跟他们说，我过的概率应该，我做的他那个软件上的模拟考试，他们就说尊敬的用户，我们预测你本次通过科目4的概率为9.4%。我说那我还考啥呀？我9.4%，我说咱还去吗？跑那老远。我就不想考了，你知道吗？但是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他说，反正也，就是去那个考也不要钱，你就是你不去白不去，你就试一下，万一呢？我说行嘞，就他的那个题库有1800道题，科目4的题，然后我到进考场的前一刻，我才只做了600多道题。那就是1/3的题库我才做了，那也就是说我过的概率只能是1/3了。后来我转念一想，我说1/3这个1/3应该也是挺大的概率吧？对于能考2次的情况下，你想1次1/3，2次那不就是2/3，那不就是50%的概率了吗？但后来我知道为什么了，因为我科目1的题是全部刷完的。然后科目1和科目4的题其实很多是很像的，就是所有的交通规定，包括交通处罚、罚款，然后驾照的那个什么驾驶资格，所有的这些题，我之前在科1的时候就已经做过了，包括交通标识，然后地上的那些 logo， 所有的这些，然后它很多这个些其实是在科目4是相同的，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能过。然后我就考完他那个出来之后，我就跟我那个他是科目4是考50道题，然后还有你只能做5道题，错1道题是2分，所以你的极限就是做45道题。
然后我做第一行，它一共是5行，它那个考试机器是5行题，就1、2、3、4、5。然后我在第一行的时候我就错了2题，我上来第2题就错了。我说哎呀，果不其然呢，今天应该就是要这个大概率要栽这儿了。然后做着做着又错了1道题，第一行我说第一行就错了2道题，我说别闹了，哎，今天就是可能要交代了，知道吗？然后后来再往下做，一直做到40多道题，45、6道题的时候，还是只错2道题，全对。直到我做到最后第48道题、49道题的时候，还是没错。我知道，就是至此，我的驾照已经拿到手了。你用一个什么词能形容当时的心情，朋友们？这叫做心如止水，不吃任何压力。OK， 虽然我知道我过了，我一把就过了，但是呢，我就是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平静，没有任何，就我觉得，哎，很平静啊，很平静。对，然后我当时我做的那个47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完了，我拿驾照了，我说那我回去要怎么整蛊一下我的这些亲朋好友们呢？我说行嘞，我说一会儿呢，因为他那个是考完之后，你只要过了，你出去就能拿驾照，他现场给你做那个本儿。然后我就想，我说反正我首先要做的就是我出去之后一定是跟所有人说我没考过。这是一定的。就我前跟他们说，哎呀，我说这个果不其然，我就是没准备好，就是肯定考不过。你别笑了，这样。我就一定要这样。于是乎，我出来之后，我坐在那里等驾照。我等了半天，他把那个驾照给我。下来之后，我那个小兄弟在那里很紧张的搓手，在那看，就也不敢说话，就看着我的那个表情是什么样子的，看我脸色坏还是不坏，决定是我过没过。但是我戴了一个大黑色的防晒口罩，就是能把我整个脸遮住。其实我很难绷，你知道吗？真绷不住了，那会儿很难绷。然后，但是我知道他反正看不见我的脸，所以我的眼睛只要是这种迷离的状态，他就很难猜透我，你懂吗？然后我就说，哎呀，完了兄弟，我说哎。拿号吧，准备拿号，就是拿号考第2次，然后我那小兄弟就哎呀，就是也很可惜，你知道吗？但是也不想觉得说太惋惜，因为怕丧我士气，懂吗？丧士气了，第2轮可能就考得没那么好。但其实我驾驶证都揣兜里了已经，你别闹了。然后我哥，你真考到驾照了？我真考到了，我出门没带，不然给你们看了。然后我心想 ，OK 啊，那么骗过这个之后，我还可以骗家里的人，我还可以骗我哥，我还可以骗我嫂子。然后我就说那个，等他回来，我就把驾驶证给他看，我说骗你的。然后我就让他也跟家里说，我说都没考过呀，真是没考过。于是乎回家也是，所有人都在发信息问我说，那个，哎，你考过了吗？我真的差1点，我就考了89分，我就差那1分，差1、2分我就过了，可惜，太可惜了。回家之后就是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了，朋友们，很难得了。你说都老大不小了，都24、25了，啥时候还有机会说因为考试的事儿可以去这个整蛊一下身边的朋友呢？对不对？对，问题就是网上先发了，好像说是谁在那儿，好像是问我要微信的朋友还是谁，说那个说刚才考科室遇着那谁了，然后说他排队拿本呢，然后出来之后他们说，哎不对，说那个你不是说你没考过？那么网上有人说那个你排队拿本呢，我说他们看错了，我那是排队补考呢，我那纯排队补考，他们太看得起我了，我看错了，他们绝对是看错了。下巴还有胡子，是的，我就是不工作的时候，我都尽量少刮胡子，我怕工作的时候白天化妆，晚上就长出来了。他们说男生的胡子是越刮长得越快的，我
旁边没人，我旁边就我小侄女。我是今天带她出来健身，我带她出来健身的过程当中，她就跟我说，她说，哎呀，她说叔叔，她说你都拿驾照了，你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她就非得让我直播，是不是这样？他非得要我直播，他说你快，然后他把我手机夺走，他就点了个开播，完了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下本了，看小侄女不让看，不能看啊！小侄女出场费太贵了，我付不起，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不出场。拿证了吗？拿了呀。它的流程，对于你们没有驾照的朋友们，它的流程就是说，你考过科4之后出来签字，就坐在门口等着拿驾照。和你们没驾照的说不到一块儿了。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好奇，那么流程就是这样的。嗯，没错，是。拿证手抖了没？开什么玩笑！我就见不说多大的世面，我多少也这些年见过点这个世面。我怎么这考试怎么可能会腿抖手抖呢？说白了，简简单单啊 ，easy。什么叫你是菜市场的鱼嘛？还装上了，啥意思？何意味？张立赫和丁程鑫谁帅？朋友，这两个都帅，各有各的帅，好不好？真的帅。全是问卷调查了，现在开始。你还停在科1，朋友加油！科1是最难的。你如果停在科1，那么麻烦大了，朋友。科1是最难的，没有，我觉得没比科1再难的了。科2、科3、科4都不难，我感觉。会紧张吗？会紧张，因为我考科2、科3的时候，我都是2次机会，我第一次一上来就是扣100分。我考科2倒车倒的第一把就压线了，我说完了，我第一关都过不了，那2、3、4关我怎么过？实际上，其实我就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我的身体故意的，我的身体知道我的潜能，所以他就是故意的，就是那么弄我一下。考科3也是，我行车起步就直接扣100分。我说教练怎么了？他说你没打转向。我说我打转向了。他说你转向没打下去，他那个转向档是有个半打和全打，我打到了半打上面。我说行嘞，然后没办法，只能再来一次。也是我的身体故意的，这个为了激发出最大的潜能啊，激发出最大的潜能，给我来的小一关。你不觉得你头像很诡异吗？哎呀，其实这么多年我有考虑过要不要换这个头像。这头像应该是我21年从创造营出来的时候换的。后来我觉得吧，就是现在比起那时候还是真是老了不少。那个时候好歹说一看就是个小孩子，用的是比较童真童心的这种头像。如果说不影响大家不是很反感的话，我就接着就是放这个，都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我也考虑过要不要换什么帅照，什么找个这种好看点的。后来发现也没有那种帅到那种程度的照片，能就是觉得哇天哪，我必须得让所有人都看见这张照片，不如就是放个这种抽象点的得了。准备几点下播？再播一下就下播了。我是今天出门带着那个本场可使用加热卡，快去帮加热，帮忙直播间获得流量吧。
立即查看，我给直播间加热一下，加热30分钟，来吧。哇，真行哎！我看看我有没有用。我用了一个直播间加热卡，这个有点像我们开推里的技能卡。我可以给直播间加热，他说获得更多流量。我看一下，加热，我看进房人数加了74.1万，我直播间哪有这么多人？我天！骗我的吗？你骗小孩儿？你看，进房人数加75.06W。哎，真假的？我加热了，朋友们，我直播间即将变成就是大爆直播间。这个发型很搞笑，哎呀，朋友，真是非常抱歉，就是其实这个头发是睡起来的头发，我没弄，我是起来我带着那个瑞亚想出门健身路上他就非不愿意，他说你必须得开直播，你开直播吧，你就把我说等会儿我没洗脸，我没洗头，我胡子也没刮，他说不行，你必须得开播，我说行，然后他就把我手机非得抢走，然后就点开我的抖音。然后找那个开直播，然后夸还帮我调了一下美颜参数，调了各种参数，然后开播了。那个超级。科州球剑赢了什么感受？科州球剑赢了，主要最开心的是和宁波微步总是一起当凶手的时候胜出。我和宁哥至今双凶无败绩，还是很有默契的。是的，因为平时不然不敢这么随便的，就是那啥，就是。然后开播前我就截了个图发给我的那个宣传工作人员，我说你看看这能看吗？长得，他说还行，看着其实还可以。然后我觉得就也行吧，还可以啊。我在喝咖啡呢，还打战士巅峰吗？战士巅峰应该没往下办了吧？这个节目好像。而且还打，我觉得再打就得换上像瑞亚这么大的孩子去打了。你说我还打得过人家吗？我如果现在在打王者荣耀，不是说打战士巅峰啊，就是打王者荣耀遇见那些05后、什么10后，我的妈呀，真是不行。什么咖啡？美式咖啡。这家咖啡我说实话。一般吧，有点酸，它这个美式是那种属于发酸的那种。行了，一会儿播到这个2点45吧，现在2点43，就可以准备下播了啊。主播下次F1还看吗？你说明年的上海站吗？如果是明年的上海站的话，如果那时候不在忙的话，我肯定要去看的，大概率还是会去的啊，大概率吧，这样说。万一到时候有工作，可能就去不了了。直播打不打瓦？我不会打瓦，我不会打那个，我只会打三角洲。对，不能忘了我出来的主线任务魂，我带着那个我小侄女出来锻炼身体的，我还得接着去完成这个使命。对，科目4
难考吗？科目四简简单单啊，朋友们。和你们觉得科目四难的说不到一块儿。没有，科目四还好，科目四还好。科目四就是那个笔试嘛，它的题还是和科目一很像的，所以说如果你考过科目一的话，你科目四不会有很大问题的。掰颗牙玩玩，等我再老一点吧，等我开始掉牙的时候，给你掰牙玩，行吗？等我牙松了，我就掰一掰。拿到证了，准备开啥车？目前的打算是开这个，开 F1，目前是这个打算，对，就是拿到证了，下一步其实就是开 F1了，那个开个什么，对不对？开个什么RB19啊，什么W11啊，开个这个，对不对？就是开一些这个，对，就是类似这样子。没错，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正常的四驱的这种轿车已经很难以容下一把过科目的这个我了。下一步很有可能就会在F1的赛场上见到，对。是该刮胡子了，我是。就是不工作的时候，我尽量就不刮胡子，因为说胡子越刮长得越快嘛。为了让它可以那什么一点，就平时不怎么刮。行了，准备下播了，朋友们。准备下了，我们要去锻炼身体了。你们呢？就是下午也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晚上多吃一点，好吧？最近一定要注意，就是全国有这个台风，还有暴雨，所以你们出行要注意安全，还要带好伞，好吧？每天出门之前看好天气预报，一定要注意安全。OK 啊，那我就先下播喽。申请使用加时卡，没有加时卡了，朋友们，我已经用了一张加热卡了。行嘞，拜拜喽，拜拜 ，Goodbye。